江南繡坊的院子裡，陽光把青磚曬得發燙。80歲的沈恆靠在藤椅上，西邊圍着幾個重孫，最小的丫頭趴在他腿上，揪着他的衣角嚷着要聽故事。他沒應聲，只低頭摩挲着一塊巴掌大的銅牌，那牌子磨得锃亮，邊角都圓了，正中的字跡早已辨不清。重孫子湊過來瞧，奶奶，這是什麼呀？沈恆笑了笑，沒答。他抬眼望向院外，恍惚間又看見了那堵牆，朱紅的，一眼望不到頭。牆根底下，15歲的他縮着脖子，跟着一行姑娘往裡走，連頭都不敢抬。太奶奶，你倒是說呀！沈恆收回目光，把銅牌攥在手心，慢慢開了口，聲音不大，像是說給自己聽，又像是說給那些早已不在的人聽。我進宮那年，什麼規矩都不懂，只覺得宮牆真高，高的能把人的影子吃掉。大梁永安3年暮春，我跟着方嬷嬷從側門走進皇宮的時候，太陽剛爬上宮牆，那牆真高，仰起頭也望不見頂，朱紅的顏色像凝固的血。我縮着脖子不敢多看，只盯着前面姑娘的鞋後跟。同行的有9個姑娘，都是青州來的，最小的13歲，最大的便是阿檀，17歲。阿檀他爹開鏢局，他從小跟着走南闖北，膽大包天，別人都哭紅了眼眶，只有他一路嚼着乾餅，東張西望，像來看廟會的。二媽，選不上就回來，選上了就是娘娘，怎麼都不虧。我沒說話，餅是冷的，噎得慌。進了這道門，一言行都要守宮裡的規矩，多看少說，不許笑，不許哭，不許抬頭亂看。我牢牢記住，拐過一道宮牆，前面忽然嘈雜起來，跪下，靠牆，不許抬頭。我們齊刷刷跪下去，膝蓋磕在青石板上，生疼，腳步聲越來越近，靴子踩得震地，跟着是叫槓的吱呀聲。落轿，轿子停在我們跟前。哪個宮的？回公公，新選的秀女，老奴領他們去儲秀宮。抬起頭來，讓咱家看看。我們慢慢抬頭，我飛快地瞟了一眼，說話的是個藍袍太監，白面無鬚，嘴唇薄得像刀片。他身後是一頂明黃布辇，簾子垂着。太監的目光掃過來，正要開口，跪在我旁邊的阿檀忽然直起腰，直直地盯着那頂布辇。大膽！誰讓你抬頭的？跪下！阿檀沒跪，他笑了。跪着怪累的，我腿麻了。方嬷嬷臉都白了，伸手去拽阿檀，阿檀甩開他的手。車上坐的是皇上嗎？我聽說皇上長得很俊，能不能讓我看一眼？空氣像被凍住了，太監的臉漲成豬肝色，手指着阿檀哆嗦。幾個小太監圍上來就要抓人。就在這時，布辇的簾子掀開了，一隻手探出來，骨節分明。簾子掀到一半，露出一張年輕的臉，劍眉星目，唇邊掛着似笑非笑的弧度。他慵懶地倚在轎中，像一隻曬太陽的豹子。吵什麼？聲音不大，卻叫人發怵。太監們跪了一地，方嬷嬷伏在地上，瑟瑟發抖。皇帝沒看我們，先看了阿檀，阿檀也不怕，直愣愣跟他對視，下巴微微抬着。他跪在地上，衣裳皺巴巴的，頭髮被風吹亂了幾縷，可那雙眼睛又亮又野，像山澗裡跳出來的鹿。皇帝盯着他看了幾個呼吸的功夫，忽然笑了。你是哪家的？我不是哪家的，我爹開鏢局，我娘賣豆腐。方嬷嬷差點暈過去，皇帝卻笑得更深了。他掀開簾子，從布辇上走下來，靴子踩在青石板上，一步步走到阿檀面前。他比他高出一個頭，低頭俯視着他。你叫什麼？洛阿檀。他把這3個字在舌尖滾了一遍。洛阿檀，你願意做朕的女人嗎？我死死攥着衣角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旁邊的姑娘嚇得連氣都不敢喘，只有阿檀，他歪頭想了想，願意倒是願意，不過皇上得對我好，不能把我扔在後宮不管。方嬷嬷癱在了地上，皇帝伸出手捏住阿檀的下巴，拇指摩挲着他的臉頰。阿檀不躲不閃，甚至還往前湊了湊。有趣。皇帝收回手，轉身走向布辇。檀嬪，隨朕回宮。阿檀站起來，拍了拍膝蓋上的灰，回頭看了我一眼，他衝我眨了眨眼。阿紅，我會來找你的。然後他跟着皇帝的布辇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公道上重新安靜下來，方嬷嬷從地上爬起來，臉色鐵青。她走到我面前，真是不懂規矩，你們青州來的都這般不知分寸，不要命了！我沒躲，身子踉蹌着撞在牆上，額頭磕出了一個包。旁邊的姑娘們嚇得直哭。進了宮就把你們那些鄉野習氣收乾淨。我跪在地上，一聲不吭，臉頰火辣辣的疼。可我心裡想的不是疼，我想的是阿檀方才的笑，笑得那麼自在，像是不知道這宮墙有多高。我卻知道，從我踏進那扇側門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這宮牆高的能把人的影子吃掉。我不想做什麼娘娘，不想被皇上看中，不想被捲進那些我聽都沒聽過的爭鬥裡。我只想活着，活到25歲，出宮回青州。方嬷嬷重新整好隊伍，領着我們繼續往前走。我走在最後面，低着頭，把阿檀塞給我的那半塊餅攥在手心。餅已經碎了，碎渣扎進肉裡，
我沒捨得扔。選秀那日天還沒亮，我們就候在了偏殿，前頭已經叫走了3撥人，每出去一個，店裡的氣氛就緊1分。我不緊張，我害怕，我怕的不是選不上，我怕的是選上。店角擱着一只炭盆，銅盆裡炭火燒得正旺，熱氣把周圍的空氣都烤得扭曲。我盯着那盆火，心跳忽然快了。旁邊的姑娘催我：“走啊，發什麼愣？”我沒動，我蹲下來裝作繫鞋帶，腳下一滑，手不小心按在了炭盆邊沿，那裡落了一小塊沒燒盡的炭，黑漆漆的，還冒着火星。我疼得倒吸一口涼氣，慌忙縮回手。旁邊的姑娘尖叫了一聲，方嬷嬷衝過來，看到我手臂上的傷，臉一下子綠了。你這是做什麼？奴婢不小心碰翻了炭盆。我低着頭，聲音發抖，不是裝的，是真疼。店裡亂了一陣，太醫來看了一眼，不妨事，但要養一陣子。方嬷嬷站在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半天，那目光像刀子，刮得我渾身發緊。她什麼都沒說，只冷哼了一聲，轉身出去了。下午名册下來了，我那一頁被劃了一道紅槓，旁邊撇了4個字：身殘剔除。我被發配到了浣衣局，浣衣局在皇宮西北角，緊挨着冷宮，院子裡晾滿了衣裳，風一吹像招魂幡。掌事的顧嬷嬷40來歲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說話聲音低低的，像怕驚着誰。她看了我的手臂一眼，沒問怎麼傷的。傷好了再幹活，先去把那些單子搓了。從那以後，我每天蹲在井邊搓衣裳，冬天水冷的刺骨，夏天太陽曬得人發昏。我的手指頭先是泡得發白，後來裂了口子，再後來結了繭，粗糙的像砂紙。手臂上的傷結痂之後，顧嬷嬷開始教我做別的。這件是云錦，只能手洗，不能搓。她把一件藕褐色的衣裳攤在案板上。這件是妝花緞，繡花的地方要用軟刷子一點點刷。她教我辨認布料，教我分辨繡樣，教我不同污漬用不同的法子處置。我學得不快，但她從不罵我，只在旁邊看着，偶爾糾正一下。夜裡別的工人都睡了，她會點一盞小燈，把我叫到她屋裡。她從枕頭底下摸出一本破舊的千字文，一個字一個字指着教我念。你認得幾個字？認得幾個，我爹教過我。那便好，每天認5個字。我沒問她為什麼教我，在這深宮裡，有些事不必問，問了反而壞事。入宮第3個月，阿檀的消息傳來了，她懷孕了，皇帝大喜，封她為檀妃。消息傳到浣衣局的時候，我正在搓一件龍袍，手一滑，指甲劈了。我沒吭聲，繼續搓。隔了幾天，阿檀派人送來一個包袱，打開一看，是滿滿一包碎銀子，還有幾件首飾。送東西的小太監趾高氣揚：檀妃娘娘說了，這些是賞給青州同鄉的。我把銀子分給了浣衣局的姐妹，一人1小塊，剩下的留給顧嬷嬷做分例。首飾沒分，留着以後打點用。當天晚上，顧嬷嬷把我叫到她屋裡，關了門。寵妃的賞賜是蜜糖也是刀，你用便用了，別讓人知道你拿了多少，更別讓人覺得你跟檀妃親近。我點點頭。在宮裡，一個人跟你有仇，你防得住；100個人眼紅你，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。我把這話牢牢記住了。入宮第5個月，我第一次見到了皇後娘娘。那天浣衣局接了長樂宮的活兒，要送一批洗淨熨好的布料過去。顧嬷嬷挑了2個人，讓我領着。我抱着布料，沿着宮道走了小半個時辰，到了長樂宮門口。皇後的寢宮比我想的要安靜，沒有來來往往的太監宮女，沒有珠簾叮當，只有廊下一隻白貓趴在陽光下打盹。我跟着宮女進去的時候，皇後正坐在窗邊繡花，她穿着一件素色的長服，頭上只別了一隻玉簪，眉眼淡淡的，不像個皇後，倒像誰家畫裡的侍女。我偷看了一眼，沒敢多看，低頭跪下請安。起來吧。她的聲音不大，帶着一點沙啞。把布料拿過來，我瞧瞧。我把布料捧過去，她接過來，手指在料子上輕輕撫過，忽然抬頭看了我一眼。你是新來的？回娘娘，奴婢在浣衣局當差。浣衣局的？她又看了我一眼。你手上茧子不少，可指節靈活，像是做過針線的。奴婢在家時跟母親學過一點。皇後點了點頭，忽然把手裡的料子遞給我。你瞧瞧這朵花，哪裡不對？花瓣的走向反了，絲線也不对。這朵花用的是平針，可牡丹該用散套針才出得來層次。說完我才意識到自己多嘴了，慌忙跪下。皇後沒生氣，反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淡，像冬天的太陽，不暖但也不冷。你倒是個懂行的。她看了我半晌。你叫什麼？沈恆。沈恆。她念了一遍，從旁邊的書架上抽出一本書遞給我。拿回去看看，不認得的字圈出來，下回送布料的時候還我。我雙手接過，低頭一看，書皮上寫着女誡2字，我沒敢當場翻開。出了長樂宮，我才找了一個沒人的角落，翻開書頁，翻到第3頁的時候，我愣住了。書頁的夾層裡夾着一張疊得方方正正的紙，我展開一角，看見彎彎曲曲的線條，像河流，又像山脈。那是一張地圖的殘頁，
我的手開始發抖。顧嬤嬤教過我，在這宮裡多看一眼不該看的東西，就可能掉腦袋。可皇後為什麼要把它藏在書裡給我？我把殘頁重新夾好，合上書，抱在懷裡，快步走回了浣衣局。那一夜，我翻來覆去沒睡着。阿檀生產那晚，浣衣局的井水格外涼。消息是第二天傳過來的。檀妃娘娘拼了半條命，生了個小公主。皇上只看了一眼，臉色就沉了，連句辛苦都沒說，轉身就走。此後3個月，再沒踏進過寒月宮的門。我蹲在井邊搓衣裳，搓到指尖發白才停下來。阿檀變了，他不再派人來送東西，也不再見浣衣局的人。我托人帶過幾次花，都石沉大海。後來聽寒月宮的小宮女說，娘娘性情大變，動不動就摔東西，打罵宮人，疑心重得很，總覺得人人都要害她，尤其是皇後。娘娘說皇後自己沒有孩子，就見不得別人有，還說小公主命不好，是被皇後咒的。我沒接話，在這宮裡，有些話聽進耳朵裡就行了，不能從嘴裡出來。入宮第7個月，我第一次聽說了鎮北將軍顧衍這個名字。那天皇后召我去送布料，我抱着疊好的裝花緞走進長樂宮，正撞上一個男人從殿內出來。他穿着一身石青色長服，身量極高，肩背挺闊，像一把沒出鞘的刀。我慌忙低頭跪在門邊等他過去，他腳步頓了一下，沒說話，走了。進去送布料的時候，皇后坐在窗邊，手裡拿着一塊帕子，帕腳繡了一半。她看着窗外出神，連我進來都沒察覺。娘娘，她回過神來，把那塊帕子迅速疊好收進袖中。可我還是瞥見了，帕腳繡的不是尋常的花鳥，是一個衍字，我沒敢多看。後來顧嬤嬤告訴我，鎮北將軍顧衍是娘娘的表哥，兩人從小一起長大。娘娘入宮那年，顧衍主動請纓去了邊關，5年沒回來。皇帝忌憚顧家兵權，故意冷落皇後，不給她孩子，不讓她母族抬頭，所以皇後娘娘才把那些心事藏進繡樣裡。顧嬤嬤說這話的時候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沉甸甸的。那天夜裡，顧嬤嬤把我叫到她屋裡，關上門，從櫃底翻出一封信，信封薄得像蟬翼，封口處壓了一小塊蠟。明天你去長樂宮送繡品，把這封信夾在那幅百蝶圖的襯層裡，放的時候別讓人看見。我的手抖了一下。嬤嬤，這是……別問，你只需知道這事兒不會害皇後，也不會害你。我盯着那封信看了片刻，把它貼着腰帶塞進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抱着繡品進了長樂宮，趁着宮女們出去倒茶的功夫，把信塞進了百蝶圖的襯層，手指頭抖得厲害，塞了3回才塞進去。那是我第一次替皇後傳信。入宮第9個月，李貴人風頭正盛，她是江南鹽商的女兒，生得極美，一雙桃花眼能把人的魂勾走。皇上寵她寵得厲害，半個月裡有10天歇在她宮裡。李貴人仗着恩寵，行事愈發跋扈，連皇後都不放在眼裡。那天我送繡品去長樂宮，路過御花園轉角，被2個宮女攔住了。站住！哪個宮的？浣衣局的，給皇後娘娘送布料。話沒說完，身後響起一陣環佩叮當。李貴人帶着一群人走過來，穿了一件石榴紅被子，滿頭珠翠。她上下打量我一眼，目光落在懷裡的布料上。皇後娘娘的。她笑了一聲，拿來我瞧瞧。我沒動。李貴人的臉沉了，她一揮手，2個宮女上來就把布料搶了過去。李貴人捏起一塊藕荷色的雲錦，啧啧2聲。就這料子也好意思用？我不敢吭聲，低着頭站着。跪下！我膝蓋一彎，跪在了青石板上。李貴人繞着我走了2圈，忽然抬腳碰了碰我的手背，語氣輕蔑：浣衣局的工人也敢這般不懂禮數？跪着吧，跪到本宮高興了為止。那天我從上午跪到了下午，日頭從東邊挪到西邊，膝蓋先是疼，後來沒了知覺，手上的皮磨破了。路過的太監宮女沒有一個人敢停，是皇後娘娘親自來的。她帶着人趕到的時候，李貴人正坐在亭子裡吃葡萄，看見皇後也不起身，只懶洋洋地說了句：姐姐怎麼來了？皇後沒看她，皇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來看了一眼我的手，又看了一眼我的膝蓋。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，可她的眼睛不是。她站起來，轉身看着李貴人：浣衣局的工人犯了什麼錯，要你替本宮來管？李貴人笑了一聲：他衝撞了我，我教訓一下不懂事的奴才，怎麼了？浣衣局的差事歸內務府管，你是貴人，不是內務府總管。按照宮規，越權責罰他宮工人，罰俸3月，閉門思過7日。你是自己領罰，還是本宮請皇上來定奪？李貴人的笑臉僵住了，她咬着嘴唇，盯着皇後看了好一會兒，最後冷哼一聲，帶着人走了。臨走時，她回頭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淬了毒的針。皇後讓人把我扶起来，我的腿已經站不住了，2个宮女架着我，我才沒栽倒。回去好好養着。皇後看着我的膝蓋，聲音低了下去：往後送布料，逼着她走。我點點頭，一瘸一拐地回了浣衣局。半個月後，我去長樂宮送新的繡品，
正趕上皇帝也在，他坐在皇後對面，2個人之間隔着一張桌子，桌上擺着一盤沒怎麼動的點心，氣氛冷得像臘月的井水。我低着頭進去，把繡品放在旁邊的小幾上，轉身就要退出去。站住！皇帝的聲音，我停下來，伏在地上，抬起頭來。我慢慢抬起頭，眼睛盯着他下巴的位置，不敢往上看。皇帝看了我2眼，忽然笑了。浣衣局的，倒養出個木頭人。他做事踏實，話也不多，臣妾用着順手。皇帝沒再說什麼，揮了揮手，讓我退下。我退出殿門的時候，後背已經濕透了。木頭人，我巴不得他這輩子都記不住我是誰。阿譚來找我的時候，我正在院子裡晾被單。阿紅，他叫了我一聲，聲音啞得不像他。我放下被單走過去，他拉住我的手，指甲掐進我手背裡，眼神直勾勾的。皇后要夺我的女兒，你信不信？不会的。阿譚的聲音忽然尖了起來。他会的，他自己生不出孩子就想搶我的。他跟皇上說我不會帶孩子，說他要把雲冠接到長樂宮去養。阿公，那是我的女兒，我拼了半條命生下來的。雲裳是那個小公主的名字，皇上取的，取完就再也沒叫過。我不知道該怎麼勸她。皇后有沒有說過那些話，我不清楚。但阿譚的眼睛裡全是血絲，他信了，比什麼都信得真。他鬆開我的手，走了2步又回頭。他讓我不好過，我也不會讓他好過。我站在院子裡，手裡的被單被風吹得啪啪響。入宮第11個月，皇后有孕，消息傳出來那天，整個後宮都炸了。朕要大赦天下，減免賦稅。皇後娘娘5年無寵，一朝有孕，竟比什麼都金貴。阿譚聽到消息的時候，正在給雲裳餵藥，孩子高燒3天了。太醫來了又走，走了又來，可皇上一眼都沒來看過。娘娘，皇上說皇後娘娘身子重，她走不開。小太監跪在地上，聲音越來越小。阿譚手裡的藥碗沒摔，他把碗放在桌上，擦了擦雲裳額頭的汗，笑了，那笑容讓我心裡發毛。好，那就不來了。他低頭看着雲裳，喃喃地說：娘只有你了。4月17，皇后生了，皇子7斤6兩，哭聲洪亮。皇帝親自取名昭兒，抱着不肯撒手。滿朝文武都在等着看什麼時候立太子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浣衣局搓了一夜的衣裳，顧嬤嬤在旁邊陪我，一句話都沒說。第2天一早，噩耗就傳來了，小皇子沒了，說是夜裡窒息而亡。奶娘發現的時候，孩子的臉已經青了，枕邊落了一隻玉簪，是李貴人的東西。宮裡亂成了一鍋粥，侍衛、太監、宮女，到處都是亂竄的人影。李貴人被抓起來審了一夜，天亮的時候認了罪。他承認自己與侍衛私通，害怕事情敗露，又嫉妒皇後得子，便起了殺心。認罪書上的字歪歪扭扭的，像是不太會寫字的人硬湊出來的。當天下午，李貴人在獄中病逝，我是在井邊聽說的。聽到消息的時候，手裡的棒槌掉進了水裡，沉了底。我沒來得及撿，拔腿就往長樂宮跑，一路上摔了2跤，膝蓋磕破了皮。跑到長樂宮門口的時候，侍衛的長戟橫在面前，把我攔住了。皇后娘娘誰也不接，我跪在宮門外，聽見裡面傳來斷斷續續的哭聲，那聲音不像是哭，更像是喉嚨裡被什麼東西堵住了，發不出來，也咽不下去。我在那裡跪了不知道多久，直到身後傳來腳步聲。阿譚來了，他也跪下了，跪在我旁邊，跪在長樂宮的門檻外。皇後娘娘，是我害了你。阿譚的聲音很輕，輕得像風吹過樹梢。我不該跟李貴人合歡害你，可我真的沒有要害小皇子，我不知道他會下那樣的毒手。門裡沒有回應。阿譚跪了一整夜，天快亮的時候，他站起來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來，捧住我的臉。他的手冰涼，像冬天井水裡撈出來的石頭。阿紅，替我跟皇后說一句，我對不起她。我還沒反應過來，他已經轉身走。等我追到寒月宮的時候，殿內已經傳來了哭聲。我擠進去，看見阿譚躺在床上，臉色慘白，嘴唇發烏，眼睛閉着，已經沒了氣息。他身上蓋着素色的被子，枕邊放着一張紙，紙上只寫了一行字：我害了人，也被人害了，求皇后收養我的女兒。我沒哭，我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，可就是掉不下來。我站在人群外面，遠遠地看着太監們把阿譚抬走，席子一捲，就從側門抬出去了，跟小春一樣。我忽然想起阿譚第一次見到皇帝那天，他站在公道上，仰着臉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他說：阿紅，我会來找你的。他是來找我了，可我寧願他從來沒來過這皇城。阿譚死後第3天，皇帝下了一道旨意：韓妃之女交貴妃撫養，另賜名樂安。皇后接了旨，沒哭也沒笑，她把那個剛滿周歲的孩子抱在懷裡，低頭看了很久。孩子不怕生，伸出小手去抓皇後的耳墜，咯咯的笑。皇后輕輕握住那只小手，聲音啞得像從嗓子眼裡刮出來的：好孩子，往後你就是我的女兒了。
從那以後，皇後變了，她不再刺繡，窗前的繡架落了灰，没人動過。她不再笑，即使皇帝偶爾來坐坐，她也只是淡淡的應幾句，不多說一個字。她的眼睛裡像是蒙了一層霜，看什麼都隔着一層。可皇帝反倒來得更勤了。從前他3、5個月才踏進長樂宮一次，如今隔3差5就來，帶補品，帶布料，带奇珍異寶。皇後不接，他就放在桌上；皇后不說話，他就自己說朝堂上的事，說邊關的戰事，說小時候在御花園裡捉蛐蛐。皇后聽着，偶爾嗯一聲，像一堵牆。皇帝不惱，他笑着端起茶盞，好像什麼都看不出來。我在旁邊伺候茶水的時候，偷看過他的眼睛，他看皇後的眼神裡有愧疚，有討好，還有一種我說不上來的東西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叫心虛。3年過去了，皇后又有了身孕，這一次她比上次安靜得多，不喜不悲，該吃吃該睡睡，像一潭死水。皇帝倒是比上次還緊張，太醫一天3趟地往長樂宮跑，10月懷胎，1朝分娩。皇后生了個女兒，皇帝抱着孩子，歡喜得像個孩子。他翻遍了典籍，最後定了2個字：樂安。我站在旁邊，手裡的茶盤差點沒端住。樂安，那是阿檀女兒的名字。那個孩子3年前被皇后收養，一直叫樂安。如今皇帝給新生的公主也取名叫樂安，2個樂安，一個宮裡。怎麼叫？皇後看了皇帝一眼，沒有說話，她什麼都沒說。那一眼我看懂了，皇後不是不知道，她是不想說了。我開始留意，皇帝寵這個新生的公主，寵得不像話，含在嘴裡怕化了，捧在手裡怕摔了。可他從來沒有抱過阿檀的女兒，一次都沒有。那個孩子也3歲了，會跑會跳，會叫父皇，他連看都不看一眼。我心裡像扎了一根刺。新公主滿月那天，鎮北將軍顧衍回京了，邊關打了3年，終於平定了。他進宮覲見，穿着一身玄色鎧甲，風塵僕僕，臉上多了一道從眉骨拉到顴骨的疤。皇帝在御書房見了他，談了半個時辰。出來後，顧衍說想看看皇後娘娘和2位公主。皇帝猶豫了一下，准了。他到了長樂宮，先給皇後請安，又看了看2個孩子。阿檀的女兒坐在角落裡玩布偶，新公主被奶娘抱着。顧衍的目光在2個孩子之間轉了一圈，忽然沉了下來。臣想看看皇後娘娘近日的繡品。皇後看了他一眼，點了點頭，讓我去拿。我轉身進了內室，打開櫃子翻找繡品，身後傳來腳步聲，極輕。我還沒回頭，一隻手伸過來，將一封信塞進了我手裡。給皇後，別讓人看見。我手指一縮，將信攥進了掌心。等我端着繡品出去的時候，顧衍已經在跟皇後告辭了。那天夜裡，我把信交給了皇後，她拆開的時候手是穩的，可讀到一半，那雙手開始發抖。信紙上的字不多，她看了很久，久到燈花爆了2次。娘娘，我小聲喚她，她把信遞給我，我接過來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下去。昭兒不是李貴人一個人殺的，是後宮裡那些嫉妒皇後的人，聯合了對顧家不滿的前朝勢力，買通了李貴人身邊的宮女，又利用了阿檀的單純和恐懼，他們讓李貴人對昭兒下手，再把所有罪責都推到她身上。皇帝為了平息風波，也為了掩蓋後宮和前朝勾結的醜聞，才匆匆處死了李貴人，沒有深究背後的真正主謀。阿檀到死都不知道，他只是那些人手裡的一枚棋子。我的手抖得拿不住信紙，信紙飄落在地上，像一片枯葉。我想起阿檀死前對我說的那句話，那天他跪在長樂宮外，渾身冰涼，捧着我的臉，深宮無情。當時我不懂，我以為他說的是皇帝不愛他，皇帝薄情，皇帝喜新厭舊。現在我懂了，他說的不是情愛，他說的是命。在這深宮裡，為了權力和地位，有人可以殺死無辜的孩子，可以逼死無助的女人，可以讓2個原本無冤無仇的人互相殘殺，然後把罪責推得一乾二淨。我蹲在地上，把臉埋進膝蓋裡，肩膀一聳一聳的抖。我沒哭出聲，可眼淚把裙擺陰濕了一大片。皇後坐在燈下，一動不動，像一尊石像。過了很久，她開口了：阿恆，這件事你知我知，不要再讓第3個人知道。為什麼？我抬起頭，滿臉是淚。他看着我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比哭還讓人難受。因為知道了又怎樣？我能殺了他們嗎？我殺了他們，顧家怎麼辦？樂安怎麼辦？我的女兒怎麼辦？我誰都不能告訴，連恨都不能讓人看出來。阿恆，這就是那一夜，我躺在浣衣局的通鋪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。窗外有風吹過，嗚嗚的，像有人在哭。25歲那年春天，我的名字終於上了出宮的名單。消息傳來的時候，我正在院子裡晾被單。顧嬤嬤站在廊下看着我，嘴唇動了動，最後只說了一句：走吧，別回頭。我把這句話記下了。出宮前3天，皇後召我去長樂宮。我走進殿內的時候，她正坐在窗前，懷裡抱着一隻白貓。10年過去，她老了，眼角有了細紋，鬢邊添了幾根白髮。樂安公主，阿檀的女兒，從屏風後面撲出來，一把抱住我的腰。她10歲了，眉眼越長越像阿檀，尤其是笑起來的時候，眼睛彎彎的，亮得像星星。願意，你別走。她把臉埋在我腰上，聲音悶悶的。皇後的小女兒也從後面跑過來，5歲的小人兒抱着我的腿不放，奶聲奶氣地說：不
走，不走。我蹲下来，一手搂着一个，笑着说：“姑姑要回家了。”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？乐安抬起头，眼眶红红的。我没答上来，皇后走過來，把2個孩子拉開，讓奶娘帶出去。店內安靜下來，只剩下我和她。她從袖中取出一個布包，遞給我。我打開一看，是一對銀鐲子，2隻金鑲玉的簪子，還有一小袋碎銀子。娘娘，這太多了。不多。她打斷我，又從袖中取出一封信，信封上寫着“沈恆欽啟”4個字。這個你也拿着。我把信貼在胸口，鼻子一酸。她看着我，忽然伸手把我鬢邊一縷碎髮別到耳後。這個動作她從前從沒做過。她的手指是涼的，碰到我耳朵的時候，我整個人都在發抖。替我活着。我跪下來，給她磕了3個頭，額頭碰到冰涼的地磚，每一下都實實在在。她沒攔我，我站起來往外走，走到門口的時候，身後傳來她的聲音：“宮裡的事忘了吧。”我沒回頭，點了點頭。出了長樂宮的大門，我的眼淚才掉下來。宮門外停着一輛輕尾馬車，車簾掀開，露出一張熟悉的臉。顧衍跳下車，站在我面前。他老了很多，40多歲的人，頭髮已經花白了大半。邊關的風沙把他臉上的皮膚吹得粗糙乾裂。沈姑娘，我送你一程。將軍怎麼在這裡？辭了。他笑了笑，雲淡風輕的。打了半輩子仗，夠了，回青州種地去。我沒再多問，上了馬車，車輪吱呀吱呀的轉起來，宮牆在身後越來越遠。我沒有掀簾子回頭看，我怕看一眼就走不了。馬車走了大半日，在路邊的茶棚歇腳。顧衍遞給我一碗茶，在我對面坐下。有些事，我想了一路，還是該告訴你。他看着碗裡的茶湯，聲音不大。什麼事？周兒的死。我的手一抖，茶湯灑了出來。顧衍慢慢的說，像在講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。他說李貴人私通的侍衛是那些反對顧家的勢力安插的，那侍衛奉命勾引李貴人，拿住他的把柄，又把他推給阿譚。昭兒出生那天起，那些人就沒打算讓他活着。阿唐到死都不知道，他只是那些人手裡的一把刀。李貴人寫完認罪書就被滅口了，那個侍衛也死了。我找到那個侍衛的時候，他只剩一口氣，把什麼都交代了。我盯着碗裡的茶湯，水面在晃，可我的手明明沒有抖。皇後知道嗎？顧衍沉默了很久。他知道，可他什麼都不能做。他做任何事，那些人都會殺了顧家，殺了樂安，殺了他的小女兒。我想起皇後那張淡漠的臉，想起她說不笑就不笑，說不動就不動，那不是冷漠，是把所有的恨都咽進了肚子裡，爛在心底。所以娘娘說，替我活着。我喃喃地說。顧衍沒再說話。回到青州那天，正是暮春，桃花謝了大半，梨花開得正盛。我站在街口，看着來來往往的人，竟有些恍惚。10年了，走的時候才15歲，回來的時候已經25了。爹娘老了很多，母親拉着我的手哭了一場。父親坐在門檻上，抽了一袋煙，一句話沒說。大哥的孩子已經會跑了，怯生生地躲在大哥身後，探出半個腦袋看我。姑姑，我在城裡盤了一間小鋪面，開了一家繡坊，取名檀香居。匾額掛上去那天，我站在門口看了很久。阿譚，你看見了沒有？我把你的名字掛在了太陽底下。我沒嫁人，倒不是沒人提親，街坊鄰居介紹了好幾個，有做生意的，有教書先生，還有一個退下來的把總，我都推了。顧嬤嬤說的對，在宮裡待久了的人，身子出來了，心不一定出得來。我不想拖累別人。後來我收養了幾個孤兒，都是無父無母的孩子，有的是從路邊撿回來的，有的是人販子手裡救下來的。他們管我叫姑姑，像樂安管我叫苑姨一樣。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了。有時候夜裡睡不着，我會摸出皇後給的那封信，信上只有一行字：阿恆，你替我活了，我也替你熬了，這輩子就這樣了，下輩子我們不做宮裡的人。我把信貼在胸口，閉上眼，窗外有風吹過，像很多年前宮牆下那陣風。80歲那年春天，樂安來了，她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抱着我腰不讓走的小丫頭了，可眉眼還是像阿譚，尤其是笑起來的時候，眼睛彎彎的，亮得像星星。她搬了把椅子坐在我旁邊，握着我的手，慢慢說起了宮裡的事。皇後娘娘3年前走了，母後走的時候很安靜，她讓我帶一句話給你。什麼話？告訴沈恆，我此生最大的幸運是遇到了他。我低下頭，眼淚掉在手背上。他奶奶怎麼了？我擺了擺手，說不出話。樂安又說起了皇帝，他活到了70歲，皇帝晚年常獨坐殿中，少有親人相伴，幾個皇子爭寵，爭得你死我活。他躺在病榻上，身邊連個端藥的人都沒有。有時候他會突然叫昭兒，叫完又沉默，像是在夢裡還沒醒。
他後悔了。不知道，也許後悔過，可沒人信了。我閉上眼睛，陽光落在眼皮上，紅彤彤的一片。我想起阿檀，想起他在公道上仰着臉笑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想起皇后給我女戒時那個淡淡的笑，想起顧嬤嬤在夜燈下指着千字文，一字一字教我念。他們都不在了，我活過了他們，替他們看遍了春夏秋冬。重孫扯着我的衣角，太奶奶，你在想什麼？我睜開眼，摸了摸他的頭，笑着說：再想幾個老朋友。院裡的槐花開得正盛，香氣淡淡的，飄了滿院子。這世上最難得的，從來不是榮華富貴，而是好好活着，替自己活着，也替那些沒法活着的人一併活着。風捲着槐花瓣落在我掌心，我緩緩攤開攥了一輩子的銅牌，陽光穿透磨得發亮的銅面，終於照清了那行模糊的小字：阿檀與阿恆，歲歲平安。這是15歲那年，阿檀在宮門外偷偷塞給我的。他說等我們25歲一起出宮，就用這牌子開一家繡坊。他食言了，可我替他做到了。我把銅牌遞給最小的重孫女。太奶奶這輩子見過最狠的人心，也見過最暖的善意。有人為了權力不擇手段，也有人為了情義捨命相護。孩子們圍着我，聽我講那些不是娘娘也不是將軍的普通人，教我認字的顧嬤嬤，替我擋過鞭子的小宮女。夕陽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。我看着滿院奔跑的孩子，忽然明白皇後說的替我活着是什麼意思。活着不是為了記住仇恨，而是為了把那些熄滅的光重新點亮在更多人心裡。